为替祖母报仇，安茜欲向皇后行凶却失败。她心怀不忿之下，来到钦安殿质问苍天天理何在。正巧遇到失事的如妃来殿中抄写经文。人哋話老天爺有眼，仲話咩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但係點解我所見到嘅一切，全部都係賞不當功，刑不當罪啊！我奶奶只不過係一個好無辜嘅人，就係因為皇后一個人嘅私心。不明不白咁樣被送走咗性命。如果你係咁冇眼無珠嘅，我哋做乜要拜你啊？你似乎真係好想離開呢度啊！其實我唔係唔想離開呢度，只不過我已經再冇地方可以去。人喺無論任何境況，都會有眼前所求。就好似落魄如我，都會希望個天唔好咁凍，啲墨唔好凝結得咁快。等我抄經嘅時候，可以抄得順利啲、暢順啲。哼！堂堂一個如妃娘娘，認命啊！隨便你點樣。乜你甘心情願俾皇后就咁鬥垮咩？甘心情願、俯首稱臣呢啲說話，從來都唔係嚟形容我柳姑落如月。做咩你唔報復啊？點解唔對付皇后，攞佢個命啊？乜原來你都咁憎佢啊？我都好想講個道理俾你知，皇后嘅命並唔係你同我可以有資格去奪取。當今世上，只有皇上先有呢個資格。你要讓皇上以你嘅喜愛為喜愛，要讓皇上以你嘅厭惡為厭惡，咁樣皇后就一定會比死更。如妃娘娘同安善到咗呢個時候，仲有咁有閒情逸致，臣妾真係深感佩服。但要同太后鬥，睇嚟只有死路一條。哇！當佘诗曼老師從後面走上來的時候，哇，雞皮疙瘩都起來了，感覺小時候看的所有的畫面突然衝到面前，覺得好震撼啊！要同太后鬥，點可以少咗你啊？點解你會喺度㗎？我嚟探班啊嘛！太好啦！太好啦！太好啦！我哋終於咁多年之後，18年後，竟然喺呢度重逢，冇重逢啦！其實真的很驚喜，有一種萬般滋味在心頭。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，因為我們這個是已經18年了，好像拍完之後沒有試過3個人碰頭。我現在看見他們的時候，都覺得我們都成熟了。好久沒見。對呀，很多回憶都回來了。對，真的是18年前哎，尤其這個音樂一出來，對，哇，我雞皮疙瘩起來，真的是會這樣。但是我的感覺是我們3個人都在京劇裡面都不是好朋友哎，一出來我就覺得開始要鬥了。
哎，翠文姐，你还记得你当年戏里戏外跟如妃有相似的地方吗？我觉得我能呈现如妃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她肯定里面跟我有很多像的地方。今天去选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干嘛？我怕我演不了，他就叫我用眼睛瞟一下人，你不用看，你就随便瞟一下、瞄一下就够了。你知道吗，如妃？当时你在拍京剧的时候，你戏内戏外都是如妃，都是这个状态，是吧？都是这个状态。在那个餐厅吃饭，你都是这样的，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习惯嘛，人家叫我啊，我说啊一哈，那个东西就啪，对，打到脸上。在跟那个前厅他走路也是。对呀、这样的，我说，哎，如妃来了，如妃来了。你知道这个也是监剧要求的。但是我跟他学的经验就不同了。有一晚，你整个人崩溃了，你就扑在我的肩膀上。那个时候是刚刚棚里面在集中拍你的戏，一个人的 solo 的时候。对，其实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你脆弱的时候。我认识你这么久，如妃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女子。对，其实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，其实她好可爱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慢慢变成那个角色，对，都非常投入那个时候。对对对，我非常的感谢上天，因为在我接这个角色之前，我刚好是经历过人生最低潮的阶段，就好像打进冷宫一样，打了好多年。但是在那段时间我不容易过，但是我并没有放弃，而且一直在还债啊。但是我也咬住牙，有很多事情我还是不会做，不愿意做。可能就是有一种傲骨的感觉在里面。我觉得后来演如妃的时候，就有那种精力放在中间，跟如妃一样是打不死的。无论你给我怎么样的困难，我都还是会站在这里。只有你给我再有机会，我还是会再重来的。我觉得这个点可能就是当个年代的如妃的印证，跟现代邓萃雯的那种独立女性的那种个性。我今天演下来，我才发现这个角色并没有离开我，就是我一穿回这个服装，好像我们18年前的又重来了。当年佘诗曼老师发的那个运镜视频，觉得当时特别酷。然后今天3位老师都在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神级运镜吗？就我在后面看他是不是？我还记得我的样子好可怕。然后我是蹲低的，先拍你跟他，然后我是在下面，然后 pan 过来的时候我就。我觉得老天爷好像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安排吧。当年我们那个京剧业呢，就是非常受欢迎，而且变成今天的经典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珍贵。